如果一年只能选一个地方过夏天，我的答案是一个无人在意的城市——西雅图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西雅图不是那个老因为下雨而被人嫌弃的城市吗？一年150天的阴雨，缺少维他命 D 是这里居民的通病。但是西雅图的夏天，这期视频一起快速沉浸式体验一下，为什么一个夏天能让人原谅漫长的雨季。西雅图市区附近有100多条徒步道，1到2小时车程可以到达的徒步道多达上千条。虽然不算是户外爱好者，但西雅图周围的大自然实在太美好，于是我也买了徒步专用鞋，安装了 AllTrails， 在夏天晴朗的周末冲入周围的森林湖泊。分享一下个人最喜欢的3条。第一条是安妮特湖徒步道，需要大概600米的缓慢爬升，全程有百年冷杉和雪松庇护。当终于走到折返点，会看到绿宝石一样闪耀清透的高山湖。第二条可以算得上大西雅图区徒步的性价比之王，开车不到2小时，因为这条道的起点海拔比较高，只需要180米的爬升就能到达高山草甸。当徒步道转弯，雷尼尔雪山进入视野的瞬间，山外的烦恼都显得微不足道。一路虽然有点晒，但并不枯燥，有像镜面一样的小池塘，还有野花开满的山坡。第3条是位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边缘，爬升平缓的阶梯急流道，沿着冰川融化带来的清澈水流，在被厚苔藓包裹的巨大森林间进行一场散步，几乎没有任何爬升，却可以感受到太平洋西北地区最原始的面貌。一些实用的 tips， 夏季徒步的人很多，一定要尽早出发，不然很可能没有停车位。出发之前要查一下道路是否开放，以及是否需要提前准备停车许可证。西雅图市中心正对连通太平洋的普吉特海湾，搭轮渡去小镇小岛游玩非常方便，而且很多地方可以直接开车上船。乘船35分钟就能到达 Bainbridge Island。 这个岛富裕的退休人士居多，退休并不躺平，喜欢卷园艺、卷艺术、卷运动。最近大热的匹克球也是在这儿发明的。走得远一点，到San Juan Islands可以开启一场野生动物盲盒之旅。山头上守望的白头鹰，礁石上圆滚滚的海豹，慵懒的海狮，还有每年迁徙途中会路过这里的座头鲸。据说虎鲸也经常在这儿出没，可惜无缘见到。如果想感受海滨小镇的悠闲，只需要坐10分钟水上的士。奥凯沙滩的氛围好像南加州，人们在这儿打沙滩排球、滑旱冰、踢足球，退潮的时候赶海。海水的咸腥和防晒霜的味道是年轻的气息。海滨有很多美食选择，冰淇淋、奶茶、街头小吃到高级料理，非常适合半天的闲逛。我在西雅图最爱的地方之一是位于城南的久保田花园。这个花园把日式精致的小景和本地粗犷的植物完美结合。100年前自学成才的园艺师久保田藤太郎买下了5英亩荒芜的泥地，把这儿建成了他的园艺展示地。2战爆发后，因为战时的恐慌和种族偏见，久保田一家和西海岸10几万日裔美国人被强行关进了爱达荷州的集中营。2战结束以后，一家人回到西雅图，花园几乎完全荒芜，但他们通过努力让花园重生，并慢慢扩大到20英亩。现在它是一个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公园，一年四季都绽放着不同的美。除了亲近自然，夏日的西雅图城里也是活力满满，感觉人们攒了大半年的劲儿，要在这3个月尽情挥洒。6月的 Pride Parade、橄榄球、棒球比赛，甚至今年还承办了几场世界杯，让市中心变成大型夏日嘉年华。想要小确幸的话，也可以去 Ballard 区逛一逛。周末的农夫集市，周围设计感极强的小店，甚至就是在街头喝杯咖啡，看看人家的可爱小狗也是好的。
西雅图真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城市，我甚至觉得秋季才是它最美的季节。如果对它有兴趣，可以戳一下这支古小的秋季视频，或者扣个1。下站见喽！